那么内丹学还认为呢，人和自然的演化关系呢是神生气，气生精，精生形，所谓顺生。那么人呢进行性命双修，则应该逆向而行，变成所谓的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反虚等等，这便是逆修的过程。那么逆修的过程呢，才可以做到道天地着造化。同样呢，还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等等的法则，不仅呢阴阳乾坤坎离之间存在的交感，而且呢人与自然环境中呢，人与道体与丹道呢与修德之间也存在着感应关系。那么修炼呢才可以以心比天，以肾比地，以肾为水，以心为火，这样呢才可以将丹道呢逐步的修炼下去。不管是外丹还是内丹呢，都讲究了形神俱妙，但是呢内丹所讲究的形神俱妙呢，并非是形体直接与神的飞升，而是以化的形式呢，将神呢和道，也就所谓的天地法则同化，变成了一体，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永生的目的。那么内丹家也认为呢，凡是有相者终归于坏，唯道成器，神与道合，永却无坏。这便是的金丹大药中指的修道的最终目的。内丹的目标呢，同样也是阴尽阳纯，以阳神契合大道，而阳神呢，就是我们肉体的另一尊化身。阳神合道，也就是所谓的达到了形神俱妙的几个境界。那么在功法上有说法，内丹呢主要包括了内炼助要素和炼养的阶次。关于内炼要素呢，陈须白在《归宗指南》中呢有说法，叫做内丹之要有三，分别是鼎炉、药物和火候。鼎炉呢在丹经中的译名有很多，比如说像乾坤鼎气、坎离匡阔、太乙神炉、混元丹鼎等等。那么具体讲一下，就是下丹田通常指的是炉，头顶的泥丸宫啊指的是大鼎，中丹田的黄庭呢指的是小鼎。三丹田在内炼中各有所司，即下丹田主精，中丹田主气，上丹田主用神。第二呢，则是药物。这个药物呢，在内丹中指的是精气神三者。比如说像玉皇心印经中有说法，叫做上药山品，神与气经。药物呢，同样也有很多种名字称谓。那么，比如说像翁宝光呢，他列精气的代号有坎庚金月破水虎黑铅等等29种。列神的代号呢有李卯木日魂真狗等等37种。那么第三个呢便是火候。内丹呢以神的运用为火，以运火退伏的时刻和数度为候。那么为了准确无误的把握火候，丹家呢将人体运行的节律和天地自然的节律加以比照，在年中取月，月中取日，日中取时，时中取刻的方式呢，在天地自然这个大的参考系中准确的找到了进火退伏的时刻。同时呢，又结合人体内炼内修的具体情况呢，讲究灵活运用。那么为了确认身中的阳长阴消的程度和周期啊，丹家又借用了周易4正卦、8卦、12消息卦以及60卦的卦爻呢作为规范。根据修炼程度的高低呢，火候呢又分为了小周天火候和大周天火候。所谓小周天呢，就是子午周天；大周天呢，就是卯酉周天。小周天运转合车，循环任督二脉，用3天而往复。大周天呢，则一意归中，注意温养，温于2天之间。那么关于修炼的阶次呢，每个门派呢都有所差别呢，并且呢划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。就公开传授的清净丹法而论呢，可分为筑基、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反虚几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便是筑基。丹家认为呢，人自婴儿长大成人，其精气神皆有所损亏，故需经筑基功夫进行炼神、调气、养精等等，达到3全才可以进入百日关。那么筑基以炼己为首要，要做到万念俱泯，一灵独存。这出关呢，便是所谓的炼精化气。那么在炼精化气这一部分呢，分为4个阶段，便是采药、风固、炼药、止火4个阶段。那么其运炼需300息足，被称作为百日关，也就是所谓的叫做百日筑基。那么又依其搬运合车，行龙虎交钩，用子午周天火候呢，又被称作为小周天功夫。接下来呢，便是中关，所谓的炼气化神，是有为向无为过渡，温养圣胎、仪胎等等，因其温养如10月怀胎，故被称作为10月关。又依其行乾坤交钩，用卯酉大周天火候，也被称作为大周天功夫。那么接下来一个阶段呢，便是小上关，炼神还虚，
也是做无为功夫。其具体的过程呢，包括濡补、温养、出神、还虚等等过程。因其过程呢，就像达摩念壁9年一样，也被称作为9年关。同样呢，这也指代的是一个时间刻度。那么在以上3关中呢，性命归旨中还主张炼虚合道的功夫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会随着篇章的展开呢，一点一点为各位讲解。那么内丹穴呢，主要核心呢，便是求的长生不老。不管是咱们现代科技呢，还是古代的那些先贤呢，其旨呢，都是为了将自己的生命无限延续，最终达到白日飞升和天地同寿的地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便开始内丹穴的修炼之路。感谢各位。